好，我们这次来讲解这个超级机器的概念，还有呢，现行的机器有什么缺点啊？那上次提过，机器下刀的时候，它又会后退啊，然后再开始切削啊，这就是浪费的第一次啊，浪费的时间。然后呢，它在水平车的时候呢，很容易留下这个垂直壁啊，这个对于刀子来讲会比较伤。因为它水平车完之后会做轮廓切嘛，那会有这种撞刀的这个现象哈。那么如果我们的弓箭呢要测到中心，它还会有过多的切削啊，明明切削量已经不多了，它还这样子上上下下切哈。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要测一个可以看到它的切削量已经不多了哈。OK，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些的问题呢？我们首先来画一个球好了哈。那么这里应该是逆时针半径假设是15，从0画到30轴长是画一个半球。半球就是这样子哈，一个半球，一个半球。OK， 那我们如果呢要把这个半球再延伸呢，我们把它取出来哈，取出因为现在是第一环啊，这里是第一环。好，我们周长呢改成25，这个周长改成25，那它势必要往前延伸嘛哈，那左直径会更改那我们就用这一个变更它就更改了哈。好，假设我们要这个要用机器来切哈，那我们 Alt M，Alt M， 然后呢我们就计算刀具路径就出来了。好，我们来看看怎么切哈。那么首先呢是两段式端面切削哈。什么叫两段式呢？这个地方切下来这个里 F 现在目前用倍率什么叫倍率？现在的 F 呢是 0.25， 那乘以 0.85倍率的哈。然后再下去倍率用 0.5因为这个地方切削比较没有这个力气哈。好，那么提刀之后。提刀之后马上就切削不用再上去又下来。OK， 那一直车到这个量很小的时候量很小的时候应该是要怎样切呢？直接切下来然后提刀轮廓切这样子车呢会是比较好的哈。那有些呢有些如果定位不准的话那我们可以改哈。假设定位不准，我们可能是比如说3 mm， 就是说你弓箭放上去定位不是很准，怕一刀这样刺下来，刀子会损伤哈。那一样的辨识，然后加工它的刀法又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切比较好哈。先在这个Z1.5 的地方往下切然后呢轮廓这个水平切，切完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切下来然后这个地方切它的轮廓然后重新切这样会比较好一点。OK， 那如果你这个料真的很长你假设你要说接外量给它5 mm 5 mm， 好，那辨识加工它的测法又不一样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就是再跟外头切那么切到这里的时候呢，应该是怎样往下切把那个地切掉，然后抬刀对准，然后再车过去好，这个是普通的机器概念真正的超级机器说这个也可以切，那这边也可以切
但是这样子的话，这里的下切下切的话会损刀所以一般来讲手写工作者都是把 F 下降整个效率就下降那么超级机器的概念是说，我们不只可以用一把刀切这里，也可以切这里然后也可以用不同的刀假设我们用圆刀用圆刀输入切这里然后呢切这里切这里OK， 这个是圆刀那如果呢要节省拔刀的时间呢，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回切的方式用来回切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来回切来回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切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直接切下去了然后直接做轮廓切了然后呢再用同一把刀切这个挖槽那再下一把你可以换刀，也可以用同一把刀切完它的这个轮廓然后再切断